我是学 YouTuber 鲁鲁洛。目前常驻五虎将中最后一只还没有出过全分系的角色秦团长，终于在 2.6 版本的长草季中有时间给他生出来啦。虽然秦团长是从原神一开服就能抽到的角色，但偶尔还是可以看到有萌新询问秦团长的组队搭配以及适合的圣物套装。而此外，秦团长也有一些隐藏的使用技巧和相关的辅助作用，还有一些特别的机制，像是教你如何用秦团长玩风史莱姆羽球的搞笑打法，以及用来快速破除深渊勇者的雷护盾窍门。稍后影片中将会带来秦团长的分析与定位、天赋技能、武器、圣物与组队搭配。那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秦是5星风元素单手剑角色，等级突破后提升的是治疗加成，在队伍中的定位为副 C 奶妈。虽然很多人都很怕小保底会歪到常驻时的五虎将，而且歪越多命就越怕，但是洛洛自己觉得，如果小保底里面歪到秦团长，算是还蛮不错的。因为秦团长作为一个奶妈的角色来说，所提供的其他辅助作用也相当全能。其他4位常驻五虎将大部分都是命座落在0到1命就十分够用，其他命座提升的效果不明显。然而秦团长在其他命座中却有很珍贵的 buff 效果，非常值得提升。而若是萌新用秦作为首抽开局角色，秦团长也可以在大世界开荒期间提供很全面的作用。若是在前期还缺乏主 C 定位的输出角色的话，萌新都还在用普攻物理输出，还没进入元素反应探索打世界的队伍阵容时，秦团长不仅可补可打，又具备十分强力的控制能力和恢复能力，甚至稍后在天赋技能说明中也会提到秦团长特有的风压剑摔伤输出方式，这些都是提供给萌新在初期开荒时增加不少良好的游戏体验。而等到角色练度足够挑战升级螺旋的时候，秦团长也很适合进入升级螺旋的环境中贡献一己之力，因此是一个可以从前期用到后期的全能辅助角色哦。秦的普攻是5段式的单手剑斩击，普攻倍率不高，若是单纯走奶妈定位，可以完全不用升级。重击的时候，可以在第2段攻击时挑飞敌人，让被挑飞的敌人稍微在空中停滞一小段时间，而后缓缓降落。若是怪物挑飞不起来，可以多重击几次，让怪物的韧性降低后，会比较容易挑飞。而若是想挑飞起大型的丘丘人或是遗迹守卫，这类怪物自身的韧性值比较高，需要让怪物的韧性值降低之后，才能让秦挑飞。例如钟离、雷泽长衣、可力重击、大剑的攻击等等输出方式，会比较能够快速削弱怪物的韧性。秦团长的一技能风压剑伤害倍率很高，也是因为这招倍率高，大部分情况下，秦团长的挑飞对于一些人形怪来说，可以等同于是克星，像是雷影术士和债务管理人。因此，秦团长在队伍中除了奶妈外，也可以兼任副 C 的作用。风压剑点按时会凝聚旋风在剑上，使出风元素伤害，同时扩散怪物身上的元素，以及产生2到3颗元素为例，并将中小型敌人击飞。长按时则是有聚怪的作用，以每秒消耗20点体力的代价，将自身中心周围的敌人牵引。此时秦不能移动，最多维持5秒。怪物被吸附后，秦可以调整角度，最后放开按键后，就可以将敌人抛出，并造成风元素伤害。敌人若是从高处摔落，还会额外受到摔落的等比例白字伤害。关于摔落的白字伤害，只会因为怪物自身的血量以及当下从高处摔落的垂直角度和高度影响，并不因为秦本身的武器或自身等级而增加。因此，即便秦的等级不高，只要能够使出摔落伤害，也能够很容易让怪物一下就摔出个1到2万左右的白字伤害。而也是受到垂直角度影响的关系，若是透过风压剑将怪物吸附起来后摔到墙上，也可以让怪物受到白字伤害。而若是想要让怪物受到最大的摔落伤害，就要尽量把怪物抛到越高。如果使用风压剑却没有办法将怪物吸附起来的话，就要注意自己的秦团长是不是跟怪物有相差20级以上，或是像世界6的秦团长，就算等级没有和怪物差20等以上，但也没有办法吸得起来12层的怪物。因此，若是秦团长已经练到世界7、80等左右，就可以吸得起来大部分环境的怪物咯。风压剑在大世界探索时，也可以把一些敌人吸附后抛到水里，直接让怪物溺死。机关奇谭时，也可以用这招吸附怪物，将其抛到场地外直接掉落，或是拿来吸猫娱乐自己。总之，一技能是个非常实用又兼具输出伤害的技能。若是想要接 combo 的话，也可以先用重击挑飞怪物，让怪物滞空，再用风压剑吸附怪物抛出，使其受到摔落伤害，再往前重击挑落怪物。中间若冷却时间还没好，也可以在怪物滞空时补个普攻，或是继续重击再让怪物滞空，如此的连续使用技巧。
而此外，若遇到升级螺旋中开盾频率超高的冰银术士，也可以用这样的连击弄到他连盾都开不了，甚至就这样被摔伤给摔死，十分好用哦。先前 1.6 版本羽球节活动出来后，就有出现用琴团长将可莉当成羽球，宁光开玄机瓶当网子，两个琴团长互打的有趣短片。而如果想用琴团长的风压剑打羽球，也可以用风元素伤害会免疫的风史莱姆来当羽球。推荐可以和好朋友们到蒙德地区西风之地的庙宇附近，找到有2株蒲公英的山坡上，和对面的琴团长好友一起互相把风史莱姆吸附出来抛过去，彼此之间最好也有默契，算一下风压剑的冷却时间6秒，这样才能抓个时间差，让风史莱姆被抛过去后，能够让对面的琴团长马上接到。若是多人联机的队友处于断线状态，可以透过琴的风压剑来将对方的角色击飞，像是刚从副本出来的队友角色，或是队友直接从多人联机状态时关闭游戏等等。Q 大招释放后，琴团长自身中心周围会产生一个在10秒钟持续产生风元素伤害的领域，并且开大瞬间就会进行大量的全体全补，奶量十足。补血量看的是琴的攻击力，经常用在队伍血量多数告急的时候，快速切琴团长出来吸一大口奶量，几乎队员的血量都可以瞬间回满。角色站在领域中也可以持续恢复生命值，持续恢复的生命量等同于第一口瞬补的奶量。同时，若怪物在这个领域进出的话，也会再受到风元素伤害以及风元素扩散效果，持续扩散角色身上的元素，或是进出领域的怪物身上的元素。若是遇到冷却时间增加的迟滞之水，或是消耗体力增加的凝结之冰这种 debuff 效果时，也可以透过琴团长的大招，让迟滞之水的元素被扩散掉，解除身上的 debuff。要注意的是，在扩散 debuff 的时候，要在水元素还没沾到角色身上时，先让琴团长开大，避免自身大招冷却时间过长。在蒲公英之风领域中被沾上迟滞之水后，可以让领域中的风元素扩散约2到3次后，琴身上的迟滞之水就会被消除。此时再切主 C 角色出来扩散2到3次水元素，观察角色身上的水元素图示消除后，就可以不受场地 debuff 的影响。顺便补充，目前游戏内并没有特别明显标示出中了迟滞之水 debuff 的图示，所以有时候身上沾到水元素，并不代表是中了迟滞之水，需要看自己的技能冷却时间有没有变强来判断。而若真的很讨厌迟滞之水，也可以用其他不依赖技能攻击的普攻为主的角色。被动天赋1解锁后，琴的每次普攻都会有50%几率能够替全队所有角色恢复以琴自身攻击力15%的血量。这边看的攻击力和班尼特看加攻击 buff 的基础白字攻击力不同，是可以加上琴的武器以及圣物攻击趴属性的总和。若是普攻会击命中1米以上敌人时，恢复量也会加倍，也是琴可补可打关键原因的由来。被动天赋2解锁后，再看完 Q 大招，可以直接恢复20%的元素能量，可以缩短琴的大招能量恢复时间。天赋升级优先顺序方面，如果以恢复血量和辅助作为主要考量，优先提升 Q 大招和1技能，普攻可以不用点。而若是希望琴走负 C 输出伤害的定位多一点时，则是1大于 Q 大于 A， 普攻可以升到6左右，就足够在前期萌新开荒的时期度过了。琴的等级突破素材为蒙德城外随处使用风元素取得的蒲公英种子，讨伐无相之风取得飓风之种，以及讨伐丘丘人会掉落的面具。而天赋突破素材则是周2、5日的抗争副本，以及讨伐风魔龙、特瓦林会掉落的东风之灵和丘丘人的面具。灵命的琴团长具备全面的辅助功能，而且也可以很好的和风主和其他风元素角色凑好用的双峰共鸣效果，无论在大世界探索或是副本对战中都是很实用的角色。虽然随着玩家角色池越来越深，琴团长的衰落伤害可能在后期就会变得使用率没那么高，但其辅助功能以及拥有越高的命座情况下，琴是可以从前期玩到后期都好用又值得培养的角色哦。一命的琴在使用风压剑时可以增加清理速度，等于些微提升巨怪的能力，并且增加风压剑的伤害40%。对于1技能是琴团长使用且具输出能力的技能来说，一命是很不错的命座。2命的琴可以在获得元素金球或元素为例时，提升队伍所有角色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15%，持续15秒。而且多人联机时2命的效果也是可以让其他队友享有，加上触发的条件很简单，因此只要在15秒内重新触发，几乎可以说是让这个 buff 效果处于常驻的状态。3命和5命分别提升1和 Q 的天赋等级上限，也都是很不错的命座。站在后期主要以辅助奶妈的定位使用来看，3命实用性比5命更好。4命让处在 Q 大招领域之内的敌人受到风元素抗性降低40%的效果，
减少抗性或是增加元素伤害的效果，在原神中都是相当珍贵的 buff， 因此4命的效果可以让风元素角色的伤害得到将近1个风元素伤害倍的提升，搭配像是枭或满命万叶这种风系主 C， 同时再穿上翠绿之影4件套，再做元素减抗，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提升作用。6命解锁后更加强化 Q 大招蒲公英之风的辅助作用，只要在领域内的我方角色可以获得35%的减伤效果，当离开领域只要受到3次攻击或是超过10秒，效果就会自动解除。若是你还有培养行丘和北斗的话，可以搭配行丘1雨莲剑和北斗1灼雷的减伤加成，直接加到超过100%的减伤。至此在没有护盾的情况下，可以有大约10秒的无敌时间。虽然这个减伤效果放在满命里面好像比起前面的命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毕竟秦是常驻角色，前面那些实用的命座早拿早享受咯。命座推荐的部分，洛洛觉得秦1到5命都是有作用的命座，6命算是在所有命座里面 CP 值最不高的命座，主要是因为放在满命成本比较高，通常也不会有人硬抽满命秦，就当做满命后附带的效果吧。不过也因为较为实用的效果都在前面的命座，秦相对上也可以算是一个亲民又好毕业的全能辅助角色。5星武器可以选择的有很多，想要高奶量可以选择高攻击力白值的武器，像是封印剑搭配攻击力趴数的适应物加成下来的奶量也很可观。考量输出伤害，可以选择暴击率或暴击伤害为主属性的武器，像盘岩节律可以在兼顾奶量的同时加强输出伤害，而若是考量元素充能效率，也可以选择天空之刃。因此只要在辅助作用和奶量够用的情况下，秦其实没有到很挑武器。4星武器的部分，洛洛自己最推荐的会是天幕影打刀，在主属性提供秦需要的攻击力趴数属性下，被动也可以兼顾元素充能的效果，加上铁匠铺就可以拿原胚免费打造到满金链。而其他单手剑选择也很多，主属性爆率为主的有黑剑，攻击力趴数为主有敌剑，元素充能效率为主的有西风剑、祭礼剑、腐殖之剑等等。基本上只要战斗中够用的情况下，真的都可以随便用。适应物部分首要推荐翠绿之影4件套，主要是风套4件的扩散减抗辅助效果。若是过渡期也可以采用风套2件，加上可以提供攻击力趴数的2件套。以秦有输出作用的情况下，就比较不推荐纯奶妈穿的少女4件套。适应物主副属性选择方面，最简单的辅助奶妈取向可以全部主属性全穿攻击力趴数，但如果希望兼顾一些输出伤害的话，十字鲨可以选择攻击力趴数，空之杯选择风元素伤害，理之冠选择双爆属性或治疗加成。毕业面板参考，攻击力面板至少2000以上，暴击率50%左右，暴击伤害150%左右即可。由于秦团长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辅助角色，加上风元素又可以和水、火、冰、雷等许多元素做扩散反应，因此只要有队伍缺辅助奶妈或是风系扩散工具人，都可以考虑将秦放入队伍中。但后期最常看到秦的队伍主要都是以双锋队为主。此外，秦的 Q 大招和班尼特的 Q 大招也可以用来快速破除深境螺旋中凡人的使徒和勇者护盾。因此稍后主要会分享关于双锋队和快速破盾的组队范例。在双眼带狗这个说法还没出来之前的游戏环境中，最常说的就是双锋带狗的组队阵容了。主要就是温迪加秦这2个双锋成员在队伍中，搭配任意主副 C 在队伍中就可以随便打，像是新手可用的迪卢克加行丘加温迪加秦，甚至是雷电将军加本命9条沙罗加温迪加秦，也是洛洛在螺旋中爱用的阵容之一。配合温迪的强力巨怪和强力群捕，配合大多数元素做扩散减抗，又有双锋共鸣的 buff 加成下，可以说是怎么组怎么打。此外，另外一个常见的双锋队就是让秦搭配枭主 C 的双锋队，剩下2名队员可以再放入钟离加阿贝多的双眼带狗组合，也是很常见的双锋队阵容。自从凡人的使徒和勇者的无敌盾在神经螺旋出来后，就变成不少玩家讨厌的噩梦。即便有抽神力灵华这个破盾女王的情况下，在神经螺旋上下都有破盾需求时该怎么办呢？这边也推荐可以考虑使用搭配秦加班尼特的大招，只要2者大招互相搭配得宜，也可以快速破这个讨厌的无敌盾。破盾的流程可以是在我们先开班尼特大招后，再切换秦开大招。此时角色会受到班尼特 Q 大招的火元素附着影响，让秦大招的风元素持续扩散角色身上的火元素，就可以透过这身上持续扩散的火元素去破除深渊勇者身上的雷元素。在秦团长大招10秒结束后，雷勇者的护盾也只剩下不到20%左右就能快速被清干净，或是班尼特穿如雷4件套也可以快速破除雷勇者的护盾。
但洛洛通常很懒得换班尼特身上的适应物套装。秦团长作为开服就有的角色，在萌新没有人权卡的情况下，拥有琴也是非常好的开局。且琴在常驻五虎将中也是在命座效果中有抽有提升的角色，又可以从前期培养到打神级螺旋的后期，整体培养成本也不高。本身的机制和多功能的作用下，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使用角色。在大世界、多人联机、副本、神级螺旋都有出场空间。若琴还没满命，而在小保底歪到的话，是大多数人会觉得有抽到安慰奖的感觉。虽然琴不像一些限定卡池的角色有很强势的特色，整体来说是属于比较全面、平均，适合平民使用的萌新之友。不吃装备的摔伤输出方式，也让萌新在开荒时有更好的输出体验。和上一支迪卢克的分析影片一样，琴也很适合平民无氪玩家投资资源。更甚至许多大课长在高难度副本中，也还是会带上高命琴团长进神级螺旋或是多人联机。虽然后面随着角色越来越多，有些单一辅助功能较强的角色光芒会盖过琴，但琴还是属于比较不容易长久被放入板凳区当仓管的角色。以上就是关于 2.6 琴团长的角色全分析，希望能提供给抽到琴的肉肉们一些培养方向。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或是在抽哪一个角色的限定卡池抽到琴团长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觉得影片内容时候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鲜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徐乐贝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